顶级德鲁伊意外陨落，竟然重生在了一个300斤的废物身上。曾经掌控自然秩序的至尊，如今却要从零开始。大限已到的德鲁伊西奥菲洛，灵魂在宇宙中游荡了1000年，只为寻找一具能承载他神力的完美容器。终于，他锁定了目标——濒死少年江时贤的身体。虽然这具肉身已被折磨得支离破碎，但对西奥菲洛来说，这就是最完美的契合容器。西奥菲洛的灵魂瞬间融入，本以为能顺利开启第二世，可刚一睁眼，耳边就传来弟弟石宇焦急万分的呼喊声。还没等他适应光线，就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：这具身体的糟糕程度远超他的想象。更诡异的是，耳边明明是陌生的语言，他却能瞬间听懂每一个字。西奥菲洛猛然意识到自己转生的太仓促了，原主江时贤的记忆竟然还没有彻底消散。看着石宇关切的脸庞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回应，一股狂暴的记忆洪流就狠狠砸进了他的脑海。原主残留的执念被瞬间唤醒，无数画面在眼前疯狂闪现。原来原主江时贤生前过得极其憋屈，在公司被上司疯狂压榨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只能靠冷掉的外卖苟活。这无尽的委屈与痛苦，如今全落在了西奥菲洛身上。他甚至看清了原主是如何因为过度劳累，凄惨的猝死在街头。原主残留的绝望与愤怒，仿佛要将他的灵魂吞噬。好在有了这些记忆，融入新世界不再是难事，但接下来的烂摊子可没那么容易收拾。从这一刻起，他正式接管这具身体，他就是江时贤。可当他仔细检查身体时，还是被残酷的现实泼了冷水。整整300斤的体重，伴随着浑身的慢性疾病，能活下来简直是医学奇迹。想要活命，就必须立刻锻炼，只要能重回巅峰，这点痛苦根本不算什么。但最核心的问题是，他曾经通天的德鲁伊神力，如今还能剩下几成？为了验证实力，他对着枯萎的盆栽轻轻扶手，下一秒，枯木竟然瞬间逢春，开满了娇艳的花朵。看着满屋的芬芳，江时贤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在这个陌生的世界，他至少有了自保的底牌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体内的自然能量就瞬间枯竭。辛辛苦苦积攒1天的神力，居然只够让一朵花绽放。没有自然能量的滋养，这具破败的身体随时会崩溃。他必须尽快找到补充能量的办法。正当他计划加大锻炼强度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喝，责怪他不要命地折腾身体。江时贤回头看去，原来是满脸担忧的弟弟石宇。石宇急忙跑过来，质问他是不是疯了。江时贤笑着安慰弟弟，可石宇根本不信，毕竟他可是个重度心脏病患者。坐下后，石宇提起了那个被救的6岁孩子。听到这，原主最后的记忆再次浮现，当时失控的滑板车飞驰而下，原主江时贤没有丝毫犹豫，用自己肥胖的身体死死护住了那个孩子。孩子得救了，可危机却降临在自己身上。极度的剧烈运动导致他心脏病瞬间发作，当场倒地不起。回想起那个获救的孩子，江时贤嘴角微微上扬，觉得一切都值了。石宇却红了眼眶，带着哭腔请求哥哥以后多为自己想想，因为哥哥是他唯一的依靠了。看着弟弟委屈的模样，江时贤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郑重地答应了他。他紧紧握住石宇的手，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彻底融入了他的灵魂。但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把这副身体练好。他刚想起身活动，就把石宇吓得不轻。这时江时贤突然宣布自己已经把工作辞了，石宇瞬间惊呆了。原来他辛苦熬夜3个月的项目被空降的组长直接抢走。石宇听完气得破口大骂，可江时贤却异常平静。经历过生死的德鲁伊怎会在意凡人的职场恩怨？他甚至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，卖掉城里的公寓，直接搬去郊区隐居。石宇急得直接蹦了起来，去郊区难道是要当农民吗？江时贤笑着解释，自己只是去那里静养身体。石宇这才放下心来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在德鲁伊的眼里，那片郊区森林蕴含着庞大的自然能量，只有置身于森林之中，他才能快速恢复神力，彻底改造这具废柴身体。石宇建议他重操旧业，继续运营之前的绿植账号，却被江时贤一口回绝。石宇急忙劝说粉丝都在等他，可江时贤只想专心恢复实力。其实石宇只是担心哥哥的身体，想通过视频随时确认他的安全。看着弟弟担忧的眼神，江时贤终究还是心软了。他无法拒绝这份真挚的关心，他答应可以更新视频，但前提是绝对不能露脸。石宇立刻兴奋的满口答应。就在两人欢声笑语时，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，女人雅音冷冷地盯着他们，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看到雅音的瞬间，这具身体竟然产生了剧烈的心跳。看来原主曾经对他用情至深。石宇一脸警惕，江时贤则冷声质问他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。虽然肉身残留着爱意，但西奥菲洛的灵魂却瞬间拉响了红色警报。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危险气。她虚伪地表示自己不知道江时贤动了手术。绿茶前同事还想拿江时贤当备胎，却不知眼前的老实人早已换成了满级大德鲁伊。眼前的女人雅音曾是江时贤暗恋的同事，更是榨干他的罪魁祸首。他利用感情把黑锅全甩给他，而以前的江时贤居然甘愿当个大冤种。弟弟石宇看出这女人来者不善，小声询问哥哥后，主动找借口先走一步。面对雅音虚伪的客套，石宇根本懒得搭理，直接把战场留给两人。江时贤缓缓转过头，眼神冰冷的像在看垃圾。这一次他休想占到半点便宜。江时贤冷漠开口，直接问他有什么事。雅音瞬间被问懵了，习惯了被捧在手心的他，从没见过江时贤这副面孔。
他支支吾吾的开口，声称公司的核心方案不见了，怀疑是江世贤偷走的。江世贤连眼皮都没抬，冷冷丢出3个字：不记得。他借口全麻手术后脑子不好使。面对急得直跺脚的雅英，他直言自己已经辞职，项目跟他毫无关系。雅英彻底傻眼了，曾经随叫随到的备胎，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绝情？眼看硬的不行，雅英立刻红了眼眶装可怜。这招对以前的江时贤百试百灵，可惜现在的江时贤内心毫无波澜，看着他的绿茶表演，只觉得恶心和可笑。他在心里暗自摇头，原主看女人的眼光真是差到了极点。他冷笑一声，决定把话挑明，直言以前替他加班背锅，自己可以不计较。雅英瞬间僵在原地，没想到他会说的这么直白。如今自己已经辞职，他居然还想来白嫖劳动力，简直是厚颜无耻。雅英还想用工作借口辩解，却被江世贤无情打断，警告他别再自讨没趣。哑口无言的雅英使出杀手锏，红着脸说自己只是想他了。看着他虚伪的嘴脸，江世贤内心毫无波动，甚至觉得有些滑稽。既然换了灵魂，这段恶心人的关系就必须彻底做个了断。江世贤直接下达逐客令，警告他以后别再见面，只留给他一个冷酷的背影。雅英彻底装不下去了，当场破防丢下狠话，狼狈的转身逃走。看着他狼狈离去的背影，江世贤心里毫无波澜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公司领导的电话再次打来，江世贤直接挂断拉黑。他可没闲心陪这帮人扯皮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江世贤在医院安心休养，每天坚持高强度锻炼。得知他弟弟是大明星后，周围人对他关怀备至，但护士红着脸解释，送东西是因为佩服他的毅力，想单纯给他加个油。护士贴心叮嘱他，虽然要控制血糖，但新鲜草莓还是可以吃一点的。江世贤尝了一口草莓，酸甜的汁水在口中爆开。前世作为德鲁伊的他，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水果，这美味让他回想起前世植物园那满园的奇花异草。可还没等他细细回味，他突然愣在原地，察觉到了异样。他清晰地感觉到草莓中微弱的自然能量正被身体缓缓吸收。旁边的护士赶紧拦住他，叮嘱他身体要紧，不能一次吃太多，吃东西就能获取自然能量。这简直是天大的意外之喜，他必须尽快前往乡下，那里才是他的主场。3周时间一晃而过，江世贤硬生生减重40斤，连同病房的老奶奶都直呼狠人。老奶奶叮嘱他保持健康，江世贤笑着点头答应。如今他身体轻盈，皮肤透亮，脱胎换骨的变化让他对接下来的计划信心百倍。临走前，他悄悄送出一份大礼，将自然能量注入老奶奶体内，帮他调理病痛的身体。老奶奶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，越看这小伙子越顺眼，笑着叮嘱他以后多笑笑。老奶奶随口问起卖掉城里房子的他，接下来打算去哪里落脚。江世贤透露准备去乡下疗养，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彻底远离城市的喧嚣。目的地是偏僻的白虎山，那里将是他的新起点。一路舟车劳顿，他终于抵达了目的地，累得气喘吁吁。看着眼前破旧的老房子，江世贤深吸一口气，新生活将从这里拉开序幕。在弟弟朋友的推荐下，他买下了这栋便宜的旧屋，行李也已提前寄到。虽然屋子破败不堪，但这种充满岁月感的环境反而让他感到舒适。一踏进院子，浓郁的自然能量扑面而来，这地方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。不过看着满院子的荒草大木，他还是有些犯难。这里根本没有现成可用的灵纸，这里的生态环境与他记忆中的完全不同，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摸索。但只要有自然能量在手，满山的草木皆可为他所用。那就先从打扫屋子开始。作为曾经的满级德鲁伊，荒野生存本就是他的强项，打扫院子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堂堂满级德鲁伊，买个种子居然被当成大冤种。为了重建家园，石贤决定去镇上大肆采购。集市上人声鼎沸，久违的烟火气让石贤彻底放松下来。正当他闲逛时，一阵奇异的香味突然扑鼻而来。石贤顺着香味看去，下一秒他直接愣在原地，眼前居然是家乡的小吃。在这个陌生的异界，他竟然找到了熟悉的味道。吃饱喝足后，石贤来到镇子另一头，准备去办正事。可他刚走到种子店门口，那魁梧的体型就把老板吓了一跳。石贤礼貌的微笑询问：“这里是种子店吧？”老板看着他的大块头，总觉得像自己养过的宠物狗，便问他想买点什么。石贤一开口就豪气冲天，指着地上的幼苗，表示自己全包了。老板直接听傻了，提醒他这全是西红柿，石贤却表示自己就爱吃这个，顺便又扫光了其他种子。这疯狂的购买力把老板惊得目瞪口呆。接着石贤又盯上了葡萄藤，老板搬出一盆5年生的葡萄藤，报价6万韩元。可话刚出口，老板却犹豫了。老板看着这些娇嫩的苗，好心劝阻石贤，现在这个季节种已经太晚了，这个温度种子根本无法发芽，买这么多只会打水漂，不提醒一下实在良心不安。石贤听完却神秘一笑，多谢老板好意，但他可是个德鲁伊。老板听得一头雾水，只当他是年轻气盛，警告他种不出来可别退货。结果石贤二话不说，单手轻松拎起小山般的货物，这恐怖的怪力直接看呆了老板。这还没完，石贤指着旁边的货架，霸气宣布这些他也全要了。老板彻底风中凌乱，看着石贤背着小山般的货物，大喊：“你真要一个人扛回去吗？”折腾了大半天，石贤终于带着宝贝回到小院，不过最后还是老板开车送回来的。毕竟想靠2条腿扛走一座山，确实是有点想太多了。石贤刚准备整理货物，身后却突然传来冰冷的声音。在这荒郊野岭的废弃院子，怎么会突然有人找上门？石贤猛地一回头，直接被吓了一跳。来人手里竟然端着一把猎枪。大叔眼神犀利，冷冷低质问石贤：“是不是打算一直住在这里？”
本以为要爆发冲突，结果下一秒大叔居然夺过工具帮他除草，这反转让石贤猝不及防。不过大叔显然是个傲娇，一边干活一边用警惕的眼神死死盯着石贤，石贤却完全不害怕，反而笑嘻嘻的凑上去套近乎，直接把大叔整不会了。大叔清了清嗓子，警告他必须在冬天前修好篱笆。石贤连连点头，一副虚心受教的乖巧模样。原来这个面冷心热的大叔是住在山下的邻居，听说有新人搬来，特意来探底。虽然大叔嘴上满是防备，但手里的活却没停，还教了石贤不少农活窍门。看着石贤老实听话，大叔的态度也彻底软了下来，夸他个子大但脾气好，嘴上却还嫌弃他太老实。不过嫌弃归嫌弃，大叔傲娇的表示以后会经常过来帮衬他。在两人的合力下，院子里的杂草很快被清理干净。可干完活的大叔刚想直起腰，却突然愣住了。大叔不可置信地摸着胸口，平时干完活他都会剧烈咳嗽，今天居然呼吸无比顺畅。石贤看破不说破，笑着问他是不是戒烟成功了。其实是石贤悄悄用自然之力调理了大叔的身体，这个秘密他打算永远隐瞒。还没等石贤松口气，大叔突然一拍大腿，惊叫出声。原来大叔光顾着帮石贤干活，把家里嗷嗷待哺的牛给忘了。大叔急匆匆地往回赶，临走前还不忘大声叮嘱石贤，一定要记住刚才教的窍门。大叔特别强调必须修好篱笆，因为最近山里的野兽可不太安分。看着大叔远去的背影，石贤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让一个德鲁伊防备野兽。大叔这担心确实是多余了。夜幕降临，石贤疲惫地躺在走廊上，刷着手机里的科普视频。视频里正在讲解减肥方法。石贤见状立马翻身坐起，准备尝试拉伸动作。还没等他摆好姿势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这声音让石贤瞬间警惕起来。惨叫声中充满了绝望与求救。石贤来不及多想，抄起家伙就冲向了院子。难道真被大叔说中了？有凶猛的野兽突破了篱笆，黑暗中一个黑影正在疯狂挣扎。可当时贤定睛一看，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这哪里是什么猛兽，分明是一只哇哇大哭的小睡章。看着瑟瑟发抖的小家伙，石贤连忙放轻脚步，柔声安抚他，一定是遇到了极度恐怖的事。为了弄清真相，石贤缓缓伸出手贴在他的下巴上，他直接发动德鲁伊本命技能，与小睡章进行精神共鸣，直接读取他的记忆与情绪。可随着共鸣的加深，石贤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。他急切地询问小睡章，是不是你的孩子有危险？原来在森林深处，他的幼崽被捕兽夹死死掐住了，脑海中浮现幼崽挣扎的画面。石贤的怒火瞬间升腾，必须立刻出发，去晚了小家伙就没命了。为了救活濒死的灵兽，姜石贤咬紧牙关，在荒山丛林中疯狂暴走。前方的引路，小睡章急切带路，姜石贤累得直翻白眼，只能大喊着让他慢点。这具废柴身体实在太虚，仅仅是爬个山，骨头就快要散架，但现在根本没时间休息，濒死的生命还在等着他去救。他咬紧牙关，一路狂冲，终于在森林深处找到了受伤的源头。一只可怜的小睡章被捕兽夹死死咬住，疼得在地上疯狂打滚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姜石贤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神色紧张地查看伤势，可伤口深可见骨，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，必须立刻找到止血草药。就在他焦急万分时，周围的丛林突然发生异动，原本死寂的森林瞬间绽放出奇异的绿色荧光，直接让他看傻了眼。姜石贤闭眼感知，发现这里的自然能量浓郁的简直不正常，能量如此充沛，附近必有极品灵药。果不其然，一株发光的草药就在眼前。他抓起草药飞奔回去，轻声安抚着濒死的小睡章。虽然认不出这株紫光草药，但他决定死马当活马医，直接注入德鲁伊能量。随着德鲁伊之力源源注入，小睡章的伤口奇迹般的开始愈合，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。仅仅过了片刻，原本濒死的小家伙竟然奇迹般的睁开双眼。看着小家伙重新站起来，姜石贤暗自琢磨，下次去集市必须买把断线钳防身。他抬头望向天空，夕阳已经彻底沉了下去。既然危机已经解除，接下来就该送这两个小家伙回家了。可森林的黑夜降临极快，面对四周的无尽黑暗，他彻底迷失了方向，在森林里折腾了整整一夜，转眼已是第二天清晨。昨晚的折腾让他痛定思痛，这具废柴身体必须立刻提升体能。大清早他就开始疯狂深蹲，可没做几个他就瘫倒在地，大腿肌肉酸痛的像在燃烧。好在小睡章已被带回家中，还特意留了灵果帮他恢复，如今只盼着这小家伙能平平安安的康复，别再出什么意外。不过冷静下来一想，这片荒山绝对有古怪，本以为只是座普通荒山，这里的自然能量却多得吓人，要是让以前的师傅看见，估计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如此福地要是占为己有，以后绝对能横着走。可他突然一拍大腿，坏了，光顾着做梦，差点忘了还在录视频记录生活。活动开筋骨后，看着如此充沛的能量，他决定不再浪费，立刻动手改造院子。说干就干，他换上干活的行头，准备在这片荒地上大展身手。姜石贤翻出一袋种子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次他要种下改变命运的作物，西红柿、葡萄、胡萝卜还有生菜，各种作物种子一应俱全，这波准备的相当充分。看着这些未来的宝贝，他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毕竟德鲁伊可是正经职业，不仅要接受几十年的残酷训练，还得看大自然赏不赏饭吃。光是庞杂的理论知识就能把普通人逼疯，这绝对是个硬核的技术活。在世人眼里，德鲁伊神秘又优雅，但实际上这就是个纯粹的体力加技术活。既然专业对口，区区种地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然而
他刚一弯腰，现实就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一阵剧痛从腰部袭来，疼得他当场惨叫出声。用这具虚弱的身体干农活，确实是太勉强了。姜世贤无奈叹气，之前为了救小睡章在山上狂奔，体力早就彻底透支了，但既然已经开始，他就绝不会半途而废。身为高贵的德鲁伊，必须对这些生命负责到底，一定要让他们顺利发芽。姜世贤咬牙给自己鼓劲，将种子一粒粒小心安顿好，看着他们入土，就等于种下了未来的希望。虽然累得近乎虚脱，但心里却无比踏实。大功告成后，看着眼前这片整齐的田地，确实有模有样。姜世贤嘴角微微上扬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他屏息凝神，疯狂引导体内的德鲁伊之力，大喝一声：“都给我发芽！”刹那间，绿光大盛，地里的种子开始疯狂生长，瞬间破土而出。看着满地翠绿茁壮的嫩芽，姜世贤心中狂喜，这长势简直逆天，看来是这片荒山的自然能量在暗中推波助澜。接下来只需按时浇水。他顺手摸了摸旁边的小猫，这小家伙今天也跟着忙坏了。大功告成，姜世贤心情大好，甚至悠闲地哼起了小曲。然而还没高兴太久，大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神秘人影，让他瞬间警惕起来。那人双手抱胸，面色阴沉。姜世贤定睛一看，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，原来是自家大叔。大叔站在门口，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直接进门。姜世贤赶忙上前招呼，大叔却神秘一笑，说今天特意带了个人过来，要介绍给他认识。姜世贤一头雾水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能是谁找上门来？随着大叔朝门外招手，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缓缓走了进来。大叔侧身介绍道：“这位就是咱们村的村长。”姜世贤当场愣住，他万万没想到，日理万机的村长竟然会亲自登门。村长上下打量着他，笑眯眯的开口询问：“你就是那个从首尔来的年轻人吧？”秘密难道被村长发现了？看着他迎面走来，那眼神极其不对劲，被这直勾勾的目光盯着，姜世贤心里直犯嘀咕：难道是哪里露出了破绽？可下一秒，村长却突然笑出了声，这一笑直接把姜世贤整懵了。原来村长是盯着他的头顶，问那只麻雀是不是他养的。姜世贤抬头一看，这小家伙什么时候飞上来的？旁边的大叔也跟着打趣，活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人头上顶着鸟。村长笑着说明了来意，原来是担心他住不惯老房子，特意过来瞧瞧。毕竟是首尔来的年轻人，姜世贤只能尴尬的应和，但总觉得村长的眼神依然有些古怪。不过他很快松了口气，看来村长只是面冷心热，人其实还挺不错。姜世贤赶紧客套几句，说房子修修就能住。村长听完也连连点头，可还没等他把心放下，大叔突然转过头，死死盯着院子的一角。大叔纳闷地问：“这院子怎么收拾得这么漂亮？”姜世贤赶紧招呼他们进来仔细瞧瞧。大叔一进院子就愣住了，前几天刚种下的菜，怎么现在就绿油油一片？姜世贤赶紧找借口解释，说自己买的是现成幼苗。大叔这才释怀，直夸这批苗子生命力旺盛。虽然真正的秘密不能暴露，但好在这一关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村长也跟着夸奖，说城里娃还能把菜园打理得这么好。姜世贤只能不好意思的陪笑。姜世贤开玩笑说要减肥，村长却直摇头，说男人胖点才显得结实可靠，现在这样最招姑娘喜欢。正聊得开心，大叔突然插话，问他生活上还缺什么？毕竟城里人不懂乡下生活，大叔让他别硬撑，有困难随时开口。姜世贤一听这话，顿时有了主意，不好意思的开口，想请对方帮个忙。几个小时后，施工队竟然直接找上了门，他到底提了什么要求？原来他是想搭个温室大棚，在村长的亲自关照下，施工队效率高的惊人，转眼就全部完工了。看着眼前崭新的大棚，姜世贤心里乐开了花，这下宝贝作物有地方遮风挡雨了，连旁边的大叔都看呆了。大叔忍不住小声嘀咕：临时通知的工程怎么能盖得这么快？工人听了哈哈大笑，说村长亲自交代的事，那必须得加急办好。大叔看着刚搭好的大棚，问姜世贤：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吗？姜世贤连连点头，说自己打算种些娇贵的花，根本淋不得雨，必须得在大棚里护着。村长一听他懂行，赶紧说家里有盆快养死的兰花，想请他帮忙瞧瞧。姜世贤一口答应下来，让村长随时送过来就行。事情办完，大叔也准备回去了。临走前，村长还不忘叮嘱，让姜世贤好好干，以后这可都是钱啊！姜世贤赶紧弯腰道谢，送走热心的邻居们。看着眼前的大棚，姜世贤心里美滋滋的。属于他的德鲁伊基地终于建成了。大棚既然建好了，接下来就该干正事了。他拿着手机推开门，准备开始下一步计划。姜世贤举起手机开始录像，兴奋地和粉丝们打招呼，说这个刚盖好的大棚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他把镜头对准花盆，介绍着这些娇贵的植物，只有在大棚里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。录完这段素材，姜世贤按下了暂停键，把手机放到了一旁。他缓缓蹲下身子，眼神瞬间变得认真起来。姜世贤低喝一声，直接发动了循环能力，耀眼的绿光瞬间笼罩整个大棚。随着绿光不断注入，地底下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动静。姜世贤看着地面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看来已经开始起效果了。这一招能用自然能量瞬间激活土里的微生物和蚯蚓，只要他们在底下使劲折腾，这块地很快就会变得又松又肥。姜世贤抓起一把泥土，忍不住感叹，好久没碰到过这么有活力的土壤了。以前作为德鲁伊，他一直住在橡树林和麦田，接触的也都是些普通作物，但现在可不一样了，这里满地都是珍贵的菌类和草药。一想到
能亲手种出灵药，他就兴奋的不行。他规划着在大棚里种满药材，不过光靠网上的资料还不够，他决定去买些专业书籍，从头开始好好钻研。这时，放在一旁的手机突然传来密集的提示音，拿起来一看，居然全是新消息提醒。原来是刚才发的视频火了，评论区里热火朝天，有人调侃他瘦了，有人说视频太治愈了，这热度连他自己都没想到。看着粉丝数蹭蹭往上涨，姜时贤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没想到记录生活能收获这么多善意，这下干活更有动力了。看着手机上的评论，他心里暖洋洋的。本以为这种平淡的日常根本不会有人看，没想到大家就喜欢这种真实感。看着他一步步改变荒地，就像在陪他一起冒险。姜时贤收起手机，看着不知何时凑过来的小猫，他微微一笑。果然，真实的生活最能打动人。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农场，他更加确信自己当初搬来这里的决定真是做对了。一夜过去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姜时贤刚起床就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。他站上体重秤一看，整个人直接傻眼了。原本150公斤的体重，现在居然只剩下129公斤，这可是一下子减掉了42斤啊！他感觉身体状态前所未有的好，流失的自然能量正在快速补充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彻底恢复健康。今天他计划满满，打算先给菜园浇水，然后再去一趟大叔家。听说大叔给他准备了神秘礼物。干活的空档，他顺便开启了直播互动。结果刚打开评论区，第一条留言就让他哭笑不得。网友居然问他是不是摔跤手。姜时贤看着屏幕笑出了声，居然有人觉得他像摔跤手。他对着镜头解释，自己身高有1.83米，以前的体重确实跟摔跤手差不多。网友问他种苏子叶是不是不用农药，怎么叶子上全是虫眼？姜时贤坦白回答，自己确实不想用农药，毕竟这些菜最后要进自己肚子。他接着跟网友解释，自己打算用天然的方法驱虫，在旁边种点薄荷，靠气味把虫子熏走就行。快走到大叔家时，他顺手关掉了直播。然而还没等他收起手机，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嚎叫，这声音听着可不太对劲。姜时贤赶紧停下脚步，警惕地打量着四周，这叫声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难道出事了？顺着声音看过去，远处尘土飞扬，跑在最前面的居然是一只惊慌失措的獐子。这小家伙正拼命往前逃，后面还紧紧跟着一个男人，一边狂奔一边大喊着让他站住。姜时贤直接看傻眼了，这大白天的怎么还上演起人兽追逐战了？更离谱的是，追人的大叔手里居然端着一把猎枪，眼看大叔端着枪一路狂奔，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。这要是开枪可就糟了，那只可怜的獐子只能拼命逃窜，一旦被追上，小命可就彻底保不住了。为了救下一只野生獐子，隐居的超能力者姜时贤竟然直接在村民面前暴起。此时大叔正气急败坏，死死盯着逃跑的獐子，一边狂追一边怒吼。姜时贤在后面玩命狂奔，扯着嗓子大喊让大叔千万别开枪，但大叔根本听不见。眼看獐子就要命丧枪下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姜时贤直接暴起，弟弟藤蔓疯狂窜出，瞬间缠住大叔双腿，藤蔓瞬间收紧，将大叔死死锁在原地，任凭他怎么挣扎都动弹不得。大叔被这诡异藤蔓吓破了胆，姜时贤赶紧收回异能，气喘吁吁的跑来打圆场。大叔回过神来，一把推开姜时贤，非要过去崩了那只獐子。眼看大叔又要举枪，姜时贤脑中灵光一闪，立刻有了主意。他一步跨到大叔面前，张开双臂大喊，这獐子其实是他养的宠物。大叔满脸不信，谁家好人把野生獐子当宠物？姜时贤赶紧解释，说自己之前救过他的命。为了自证清白，姜时贤当场蹲下呼唤小家伙，成败就看这小家伙给不给面子了。没想到小家伙极其配合，直接撒娇般扎进他怀里，这一幕直接把大叔看傻了。姜时贤赶紧替他求情，大叔却气得直翻白眼，这家伙可是啃烂了他的红薯地。看在姜时贤的面子上，大叔最终还是妥协了，警告他必须给獐子戴上项圈，否则损失全部由他赔偿。临走前，大叔傲娇的解释，其实枪里装的只是空包弹。姜时贤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。大叔叮嘱，马上就是狩猎季，山里到处都是猎枪，最好赶紧搭个棚子把它圈起来。接着大叔又顺口提到，家里做好了凉粉，让他去拿。原来这才是大叔找他的真正目的。姜时贤听得微微一愣，大叔却开始疯狂安利，说酱子凉粉拌上苏子油，那味道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姜时贤笑着连声致谢，目送着大叔远去的背影，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看着身旁无辜的小家伙，真是让人又爱又恨。他严肃警告小家伙，以后绝不能再去刨红薯地，否则下次神仙也救不了他。看着他委屈的样子，姜时贤突然想起了一件正事，为了防范山里的猎人，他赶紧让小家伙站好，3下5除2给他套上项圈。戴上粉色小围巾后，小家伙显得更加呆萌，这下别人就知道他是有主的了。安顿好小家伙后，他还是决定送他回妈妈身边，毕竟野生动物终归要回归自然。此时郑大叔回到家，正美滋滋的品尝兽凉粉，脑海里却在回想刚才的画面，他忍不住自言自语，居然有人把獐子当宠物，这在村里绝对是头一回见。不过姜时贤这孩子心肠真好，虽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但他隐约觉得这孩子与众不同。送走小獐子后，姜时贤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走，这一天折腾的他骨头都要散架了。正当他累得直喘粗气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喊，哥！姜时贤疑惑地停下脚步，这荒郊野岭的谁会叫他？
回头一看，来人竟然是弟弟石宇，这小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石宇笑着上前打招呼，这个大忙人今天居然不用跑行程。石宇解释说，刚好放假顺路来看看。江时贤注意到石宇身后的陌生人，石宇笑着介绍，这是他的随行经纪人。这原本是经纪人奶奶的旧屋，他关心地询问江时贤住的是否习惯，毕竟房子已经空置了很久。江时贤笑着摆了摆手，表示这里环境清静，自己住得非常舒服。既然都走到门口了，江时贤便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喝茶。两人高兴地跟了进去。可就在石宇刚迈进院子的瞬间，他整个人突然僵在了原地，看着眼前破败不堪的寒屋，石宇直接傻眼了。这地方怎么看都像荒废多年的危房。石宇忍不住开口吐槽：“哥，这地方怎么看都像个阴森的鬼屋啊！”江时贤急忙辩解，自己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这里打扫干净。经纪人看着破旧的房子暗自摇头，但石宇却突然发现了新大陆。石宇兴奋地指着院子一角，询问那是不是视频里的菜园。江时贤没想到大明星也会关注自己，几人走近一瞧，这片菜园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生机勃勃。经纪人也忍不住啧啧称奇，夸赞江时贤手艺了得。江时贤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可看着看着，经纪人却突然有些伤感，这反应把旁边的江时贤都看懵了，怎么还当场哭上了？经纪人不好意思地解释，自己只是有些情难自禁。原来他是想起了去世的奶奶，以前奶奶最宝贝这片菜园，现在看到有人重新打理，他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。经纪人由衷地对江时贤说：“把房子交给你，我真的放心了。”江时贤听了心里也暖洋洋的。就在气氛有些感伤时，石宇突然指着旁边问：“哥，那边是不是有个温室？”江时贤连忙点头答应。石宇这下可撒了欢，在院子里到处转悠，把这破旧的寒屋逛了个遍。看到江时贤气色这么好，石宇整个人都兴奋起来，拉着他在温室里各种拍照。不知不觉间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太阳都快落山了。石宇坐在车里准备回去，江时贤在车旁送他。石宇笑着说自己总算能放心了，他是真没想到江时贤能这么快适应乡下的生活。石宇还特意叮嘱，下次他要带其他成员一起来玩，到时候可不能再像个鬼屋了。江时贤笑着答应下来，看来这破旧的寒屋以后要变得热闹起来了。江时贤看向一旁的经纪人，让他以后有空常来玩。经纪人也笑着叮嘱他多注意身体。石宇突然想起带过来的礼物，笑着说礼物已经在路上了，让江时贤到时候记得签收。江时贤听得一头雾水，还没等他问清楚，石宇就挥手坐车走了。这下江时贤彻底懵了，完全搞不懂石宇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顶流男团集体惊呼，乡村直播里竟然有神秘怪物。西秀盯着手机屏幕，吓得当场惨叫出声。杰罗姆一脸嫌弃，吐槽他大白天鬼叫什么。周焕也凑了过来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八卦。石宇却坏笑着递过手机，屏幕上赫然是一只肥嘟嘟的毛毛虫。周焕贝俄辛德直翻白眼，石宇却一脸骄傲的炫耀，这可是我哥的专属频道。连平时的冷酷担当凯也拿着手机凑了过来，问大家是不是都在追这个。凯有些不好意思的承认，这视频简直是失眠救星，看完睡觉特别香。西秀却发现了滑点，这主播的手白净修长，根本不像在干粗活。再看看这精致的摆盘和新鲜到发光的食材，简直是在拍艺术大片。石宇更是豪言壮语，这频道起码200万粉丝起步，还提议一起去乡下度假。西秀第一个举双手赞成，恨不得马上就出发。可还没等他们开始计划，西秀盯着屏幕的眼睛突然瞪得滚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赶紧拉住石宇确认情况：“你哥在乡下，难道还养了只野生獐子？这体型也太离谱了。”石宇凑过去一看，也懵了，屏幕里那个大眼睛怪物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？别看这小家伙长得挺萌，脾气却不是一般的大，动不动就给江时贤翻白眼。此时的乡下山路上，江时贤在后面卑微催促，试图用洋气的名字铃铛讨好他，结果根本没用。铃铛傲娇的冷哼一声，直接扭头留给他一个背影。被德鲁伊能量洗礼过的动物都会变得极有灵性，就是这脾气也跟着见长。不过名字就是无形的契约，两人的羁绊已经在悄悄加深了。而且德鲁伊的契约可不只对动物有效。江时贤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前方一棵古树正散发着微光，植物在德鲁伊面前同样可以缔结契约。江时贤走到古树前，轻轻抚摸着粗糙的树干，他直接释放出德鲁伊之力，发出古老的邀请，问他愿不愿意成为自己的奥灵。刹那间绿光大盛，古树给出了他的回应。这是德鲁伊最古老的契约，一旦绑定就代表着绝对掌控。奥灵不仅是领地的标志，更是他监视整片森林的眼睛。既然买下了整座荒山，他需要一个最强力的看家核心。这棵山顶最高的古松臣服于他的力量，从现在起，整座大山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搞定领地后，他准备去村长家看看那盆快死掉的兰花。可还没走下山，眼前的异样就让他停下了脚步。看清眼前的画面后，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原本平整的山路竟然被挖得一片狼藉，这绝对不是野兽的杰作，而是人类留下的痕迹。联想到之前伤害铃铛的陷阱，显然有人盯上了他的领地，敢在德鲁伊的领地上撒野，不管对方是谁，都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江时贤立刻动身下山找村长，他一路狂奔到村长家，大声敲门呼喊，大门被猛地推开。可看清院子里的景象后，江时贤直接愣住了，这哪里是普通的农家小院，分明是一栋低调的豪宅。村长推着一辆自行车，笑着向他打招呼。江时贤一眼认出，这辆看似普通的自行车，居然是价值100万的顶级限量版电动车。村长笑着说，来的正好，自己正准备去找他。江时贤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他找自己有什么事。
村长捧出一盆枯萎的兰花，想请他这个专家帮忙抢救一下。这花是他老伴留下的遗物，可惜怎么细心照料都无法阻止它枯萎。江时贤二话不说接了过来，毕竟植物可是他的绝对领域。但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可不是来当园丁的，赶紧叫住村长汇报正事。他把山上有人私设陷阱，以及大肆破坏山林的事全部告诉了村长。村长听完叹了口气，猜测是偷挖野生药材的盗贼。私设陷阱确实违法，但这种山林盗窃极难取证，除非能当场人赃并获，否则根本拿他们没办法。江时贤顿时急了，这可是他的私人领地，难道就任由他们撒野？村长无奈表示，去年抓到过现行，对方却死不承认，最后只能放人，这简直就是法外狂徒，在钻法律的空子。不过村长眼神一亮，说这正好是个绝佳的机会。他掏出一张通知单，通知他今晚村里开会，顺便要在社区中心为他举办一场欢迎仪式，让他必须准时参加。江时贤看着通知单，一头雾水，怎么突然要开村民大会？虽然满腹疑惑，但既然是村长的命令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夜幕降临，江时贤准时来到社区中心，可一推开门，里面的狂热气氛直接让他当场石化。这哪里是严肃的会议，分明是大型蹦迪现场。村民们正疯狂吃喝狂欢，还没等他退缩，一群热情的大妈就围了上来，疯狂往他嘴里塞各种美食。旁边的大叔也极其豪爽，拉着他要送他土特产。这铺天盖地的热情直接把江时贤整不会了，这村子到底是什么神仙地方？帮邻居救活一盆死花，对方竟然反手转账500万韩元。此时的主角江时贤正混在村民大会里蹭吃蹭喝。村长拿着麦克风上台，直接宣布大会开始。台下虽然掌声雷动，但大家更关心的是村里最近的劲爆八卦。原来村里最近闹了贼，不仅偷红薯，连江时贤后山上的山货都被挖得一干二净。村民们瞬间炸开了锅，纷纷叫嚷着要抓住缺德鬼。可抓贼哪有那么容易？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，有人提议直接组建夜间巡逻队。村长觉得这主意可行，立刻征求大家意见，全票通过。村长当场拍板，全村轮流值班，是要把毛贼人赃并获。正事刚办完，村民直接开启狂欢模式，这雷厉风行的效率让江时贤叹为观止。这时一个大叔凑了过来，主动叫住江时贤，打听他是不是新搬来的。原来大叔叫李东福，是村里的赞助商，也是体育协会会长。李东福指着桌上的年糕，问是不是他送的。江时贤有些不好意思的承认了。李东福对年糕赞不绝口，直夸江时贤懂礼貌，夸得江时贤心里美滋滋的。不料李东福话锋一转，盯着江时贤的体格直打量，非说他是练摔跤的奇才。幸好村长及时解围，警告李东福别打歪主意，人家江时贤是来养病的。李东福一脸不服气，在一旁小声嘀咕。江时贤在一旁听着两人斗嘴，突然感觉手背一凉，低头一看吓了一跳，原来是一只小狗在疯狂舔他。江时贤一脸懵逼，这小家伙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李东福笑着解释，这是他养的爱犬巴杜克。可下一秒大家都看呆了，平日里高冷的巴杜克竟然直接钻进江时贤怀里撒娇。这狗平时脾气暴躁，连亲主人碰一下都要挨咬。村长调侃道，动物最懂谁是好人。这下可把李东福气坏了，自己好吃好喝养的狗，怎么转头就去贴别人了？李东福刚想伸手把狗抱回来，巴杜克直接龇牙咧嘴，对着亲主人就是一顿狂吠。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江时贤彻底融入了新集体。大会结束，生活回归平静。几天后，江时贤再次开启了视频录制。前阵子停更，原来是去医院做复查了。今天他带回了一个重磅好消息，体检报告显示他成功减重10斤，终于摘掉了重度肥胖的帽子。江时贤兴奋地宣布，医生特许他每周吃一次欺骗餐，今天终于能开荤了。院子里烤肉架已经支起，五花肉在烤盘上滋滋冒油。这一顿他盼了太久，浓郁的肉香扑鼻而来，馋得他直咽口水。这可是憋了1个星期的成果。更绝的是，桌上的生菜和苏子叶全是他亲手种的无公害蔬菜。万事俱备，江时贤双手合十，准备大快朵颐。他熟练地展示吃播秘诀：生菜打底，叠上一片灵魂苏子叶，夹起2块滋滋冒油的五花肉，放上大蒜和包饭酱，动作行云流水，直接一大口塞进嘴里，瞬间觉得所有的等待都值了。这极致的美味让他整个人都升华了，这就是欺骗餐的终极快乐。浓郁的肉汁在口中爆开，仿佛吃下了整片大地的精华。江时贤彻底沉浸其中，吃得正嗨。江时贤神秘一笑，是时候祭出那个宝贝了。连院子里的小猫都愣住了，到底是什么神仙宝贝能在这时候登场？原来是村长家酱缸里的陈年老泡菜，这可是长辈们特意送他的宝贝。用酸爽解腻的老泡菜裹上刚出炉的烤五花肉，酸辣与油香在舌尖碰撞炸裂，这神仙搭配直接让他好吃到起飞。这一顿烤肉大餐，江时贤吃得酣畅淋漓，在凉亭里根本停不下来。不知不觉夜幕降临，吃饱喝足的他顺手将视频发到了网上。这下他是彻底吃撑了，瘫在凉亭里，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。他揉着肚子打了个饱嗝，暗暗发誓下次绝不失控。正消着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居然是村长打来的。原来村长一直惦记着之前送去的那盆死兰花，心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。可村长哪里知道，那盆濒死的兰花在江时贤手里早已重获新生。江时贤连忙解释，兰花已经被他彻底救活了。电话那头顿时传来惊喜的呼声。村长也是个实在人，当即表示不能让他白忙活，必须付一笔报酬。江时贤赶忙推辞，可村长态度坚决，直言长辈给的不能拒绝，直接要了他的卡号。
交代完明天见面，村长就雷厉风行地挂了电话。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但长辈如此坚持，江时贤也只能被动接受。正琢磨着，手机突然传来一声提示音，这转账速度也太惊人了。可当他看清屏幕上的数字，整个人直接傻在原地，手一抖，手机啪嗒摔在地上。江时贤满脸震惊地瘫坐着，连旁边的猫咪都被他这副模样给整懵了。他死死盯着地上的手机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屏幕上赫然写着到账整整500万韩元，帮个小忙竟然能拿这么多。江时贤彻底风中凌乱了。谁能想到用破塑料袋装的烂草药，竟然是价值连城的野山菜？这一切还要从江时贤当德鲁伊说起。在德鲁伊的规矩里，只要出了力，就必须拿到等价的报酬，多拿1分都会招来灾祸。可看折卡里多出的500万，江时贤彻底犯了难。整整500万韩元拿在手里，简直像火烧一样烫手。他越想越觉得不妥，当即决定必须把这笔钱退回去。可电话那头的村长一听要退钱，当场炸锅，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，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。既然钱退不掉，江时贤只能另想办法，准备送一份等值的回礼。眼看葡萄已经成熟，他决定用最好的葡萄酿酒送给村长当回礼。说干就干，他直接在网上订购了一个200多升的法国橡木桶，光是这个桶就砸了将近100万韩元。但为了还人情，这钱花的值。看着院子里的葡萄，江时贤不禁有些怀念以前当德鲁伊时最不缺的就是橡木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批葡萄照顾好，只要吸足阳光，酿出来的绝对是神仙美酒。正盘算着，大门口突然传来动静，紧接着门铃大作。这大白天的会是谁？江时贤出门一看，外面竟停着一辆大货车，拉了满满一车高档木料。江时贤赶紧迎了出去，询问对方的来意。开车的男人十分客气，开口就询问这里是不是江时贤的家。男人主动递上名片，自我介绍，他叫柳善柱。柳善柱表示自己是受了石宇的委托，特意赶来帮忙的。江时贤直接愣在原地，怎么这事又跟石宇扯上关系了？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柳善柱就带着工具进了屋，开始四处敲敲打打。看着对方一通操作，江时贤一头雾水，赶紧给石宇拨去电话。电话那头的石宇也很惊讶，没想到这帮人动作这么快。他笑着安慰江时贤，这支施工队专业的很，连国家级景点都修复过。江时贤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石宇送的礼物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觉得实在太破费了。石宇却根本不听，吐槽他的破房子再不修就要和白蚁当邻居了。石宇大方表示费用全包，让江时贤把心放肚子里。石宇还在电话里支招，说柳善柱其实是他的粉丝，以后送张签名专辑就行。挂断电话后，江时贤赶紧上前询问这房子到底怎么样了。柳善柱一开口，直接泼了一盆冷水，柱子都快被白蚁啃空了，随时都有塌房的危险。江时贤以前过惯了苦日子，觉得这破房子凑合凑合还能住。但柳善柱严肃警告，大梁和主柱底子虽好，但白蚁不除，整栋楼迟早要废掉。江时贤被吓到了，小声询问得花多少钱。柳善柱让他放心，说申请政府补贴能省下一半。他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柳善柱笑着摆手，表示既然是石宇的哥哥，这活他绝对加倍用心。送走施工队后，江时贤心里的愧疚感终于消散了不少。有了补贴，修房子的压力小了一大半。江时贤刚想回屋歇口气，忍不住打量起这栋老房子，他心里开始琢磨，这要是全部翻新完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？他就这样站在院子里，看着房子出了神，连太阳落山都没注意。一转眼几天过去，这天江时贤来到了嘉阳市场，市场里人来人往，江时贤拎着包在街上闲逛，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问他怎么会在这里。江时贤被吓了一跳，猛地转头一看，居然是相熟的大叔。大叔调侃他胆子小，江时贤尴尬的笑了笑，赶紧跟对方打招呼。大叔问他是不是来买东西，江时贤有些不好意思，说只是买点生活用品。大叔往袋子里一瞧，全是青菜豆腐，忍不住打趣他是不是要出家。不过大叔很快发现江时贤气色红润，整个人比之前精神多了。江时贤顺口问起对方的来意，大叔说自己上山挖了草药，今天特意来问问行情。听到草药2个字，江时贤脸色微微一变，想起了前几天发生的怪事。前几天他带着宠物铃铛在山里散步，结果这小家伙一进山就撒欢，在前面拼命狂奔，江时贤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。突然铃铛停了下来，似乎发现了什么宝贝。谁能想到这小家伙竟然从泥土里刨出了一颗闪闪发光的人参。听完江时贤的描述，大叔哈哈大笑，根本不信动物能挖出药材。见江时贤一脸认真，大叔收起玩笑，说自己知道一个靠谱的销路，带他去见见世面。大叔在前面带路，说这种稀罕货必须找个专家来长长眼。江时贤听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他说的专家是谁。两人穿过街道，来到了村长家，热茶端了上来。村长看着江时贤，眼神里有些惊讶。江时贤怎么也没想到，大叔口中的专家竟然是村长。大叔在旁边帮腔，说江时贤带了点草药过来。村长听完一脸平静，显然没把这草药当回事。江时贤紧张地掏出塑料袋递了过去，村长以为顶多是野桔梗，可当他拉开袋子口，整个人瞬间石化，眼前的画面超出了他的认知。他仔细数着叶子，一开始还以为是普通的五加皮，可当他把东西拿出来，整个人直接失声尖叫，这竟然是货真价实的野山菜。这一嗓子把大叔吓得喷出咖啡，江时贤也彻底懵了，他激动得全身发抖，指着江时贤大喊，问他
到底是从哪搞来的神物？谁能想到价值连城的野山参，他居然用破塑料袋装着，随手刨出的一株野山参，竟然直接卖出了1个亿的天价！这可不是普通货色，而是吸足了灵气的极品山参，50年以上的极品野山参。姜世贤却说是自家宠物随手刨的。村长听完白眼翻上了天，直呼他是在胡说八道。大叔赶紧在一旁作证，那只立大功的獐子，平时可是被当成宝贝疙瘩。村长听完直呼活久见，看着人参自信一笑，这等极品一出手，绝对会被富豪们疯抢。拍照发给协会，估价起步价就是3000万，要是遇到急需的买家，价格甚至能直接翻3倍。姜世贤听得一头雾水，卖个人餐怎么还要编故事？村长笑着解释，有钱人最信这一套，什么山神托梦仙人指路，故事越玄乎越好卖。比如这株人参，就说是跟着祥瑞獐子找到的。姜世贤听完一脸无语，这编的也太扯了。但村长拍着胸脯保证，这是包在他身上，而且绝对不拿1分钱回扣。回家的路上，大叔聊起村长家的背景，那可是村里最富裕的人家，连温室都大得惊人。原来村长去世的老伴曾是大公司的社长，靠着造船造车攒下了惊人的家业，本想退休来乡下享福，结果没3年人就病逝了。村长独自拉扯大孩子，大半辈子都耗在照顾病人上。为了给丈夫治病，她当年到处寻药，这才成了药草界的行家。现在帮人牵线纯粹是消遣，有他这尊大佛在，这株极品人参绝对能卖个超乎想象的高价。就在这时，大叔的手机突然震动，村长发来消息，买家已经有眉目了。两人赶紧查看信息，这株天种山参竟然卖了将近1个亿，买家是个大企业的会长。姜世贤整个人都听傻了，大叔认真的叮嘱他，财不外露，人参的事千万别跟别人提起，免得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听到这番叮嘱，姜世贤突然愣住了，这一刻被遗忘的过去与眼前重合，他想起了那个一直默默守护他、教导他的德鲁伊师傅。姜世贤忍不住笑了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真心实意的替他着想了。他笑着表示，等钱到账必须请吃大餐。大叔哈哈大笑，让他先去收拾被獐子踩坏的红薯地。手里有了巨款，姜世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破旧的老房子彻底翻新，整个院子瞬间变成了工地。工头拿着设计图纸询问他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，姜世贤连声应下，他的新生活总算是要正式步入正轨了。工头计划拆掉旧天花板，恢复老房子原本的高度，再把厕所连进屋里，彻底改成现代化的格局。3房1厅1卫的规划比想象中还要宽敞，姜世贤当场拍板，就按这个方案来。不过工头又问了一句，这院墙打算怎么弄？姜世贤神秘的笑了笑，表示自己早有打算。他拿出手绘图展示构想，想在外墙种上果树，再装一个爬满红玫瑰的拱形大门。工头听完连连点头，说种玫瑰确实能防贼，那些花刺就是天然的围栏。工头建议再装个电动大门，姜世贤却赶紧摆手，说玫瑰能泡茶能抗菌，最关键的是好看。工头听完直接无语了，既然雇主坚持，工头也只能照办。施工方案总算是定下来了。冬去春来，在工人们的忙碌下，那栋破旧的老房子一天比一天有样了。姜世贤心里早有规划，他要将这里打造成自然与生活完美融合的乐园。转眼到了深夜，姜世贤缩在温室里给弟弟石宇打电话，说最快2周就能完工。石宇听完直接懵了，问他难道要一直睡在温室里？姜世贤倒是一脸无所谓，说正好能拍点视频素材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问起石宇最近的日程。石宇无奈的叹了口气，最近还是老样子，练习录音加巡演，马上还要去欧洲倒时差。姜世贤听了有些担心，劝他别太拼命。石宇倒挺乐观，还约好出国前见一面。挂断电话后，温室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虽然石宇在电话里笑着，但他听得出来弟弟已经疲惫不堪。看着头顶璀璨的夜空，他只希望房子快点盖好，好让疲惫的弟弟能有个地方好好歇歇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后山就传来姜世贤的怒吼，原来是那只獐子又在捣乱，不仅踩坏了幼苗，还把生菜吃了个精光。结果这小家伙还装无辜，直接哼唧了一声。姜世贤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但看在他带路找到山参的份上，他也实在生不起劲。说起来也神奇，天天吸收姜世贤的自然能量，这小家伙不仅伤势痊愈，连毛发都变得油光水滑。更夸张的是，他现在成了网上的大红人，只要在视频里露个脸，播放量就直接起飞。姜世贤正跟他开着玩笑，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森林深处竟然传来一阵奇怪的能量波动，这股气息极其陌生。等他们赶过去一看，眼前的景象让一人一兽都愣住了，那棵古树竟然散发着诡异的紫光。为了弄清真相，姜世贤决定连接古树的感官，看看古树到底记录了什么。这一看发现情况果然不对劲，居然是有人摸了进来，他们手里还拿着铲子和袋子，看来是觊觎野山参的贼找上门来了。2个不怕死的小偷竟敢盯上神山的顶级松茸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大壮低声抱怨，警告李鹏动作轻点，弄坏了可卖不上高价。李鹏心里直犯嘀咕，听说这山头换了新主人，以后必须加倍小心。大壮却满脸不在乎，在这偷了这么多年，早就当成自家后花园。李鹏催促赶紧动手，要在太阳下山前把整片山头搜刮干净。可还没走几步，李鹏突然猛地停下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看傻了眼。林子里竟长满了极品松茸，还没到秋天，怎么会冒出这么多松茸？李鹏兴奋得直发抖，这下真的要发大财了。看着满地金灿灿的松茸，李鹏红了眼，催促大壮赶紧动手。可大壮却像石化了一样，浑身发抖地盯着李鹏身后，林中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
一抬头，黑暗中亮起无数双斜眼，他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大壮吓得惨叫出声，这鬼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野兽？李鹏却早已财迷心窍，大骂大壮自己吓自己，催他赶紧摘完走人。说完，李鹏贪婪地伸出手，直接去拔地上的松茸，可还没等他装进兜里，林中突然狂风大作，浓雾瞬间将两人吞没。四周传来毛骨悚然的低吼，这下连李鹏也吓得冷汗直流。野兽们死死堵住了退路，根本不给他们任何逃跑的机会。迷雾中走出一只发光的獐子，紧接着森林守护者冷酷现身。看来你们把我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，贪婪的人类终究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既然敢伸手，那就别想轻易离开这里。无数野兽怒吼着扑了上去，李鹏和大壮吓得屁滚尿流，只能拼命往外逃窜。巨兽在身后紧追不舍，两人在逃跑中摔得鼻青脸肿。大壮绝望的大喊救命，李鹏只能头也不回的狂奔。狂暴的巨型野猪直冲而来，李鹏彻底崩溃，林子里回荡着凄惨的求救声。江时贤退至高处，冷眼看着这场猫鼠游戏。这两个贪婪的家伙注定要留下这辈子最恐怖的阴影。身为强大的德鲁伊，整片森林的生灵都是他最致命的武器。而此时的江时贤更是气炸了，那可是他留着烤肉的极品松茸，这俩毛贼居然也敢染指。江时贤再次催动力量，准备给他们来个狠的，让他们彻底尝尝记性。李鹏惊恐地发现，他们竟然一直在原地打转。迷雾中突然浮现一个身影，吓得大壮尖叫连连。李鹏定睛一看，居然只是一只戴着围巾的小水獐。可这荒山野岭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见只是个无害的小动物，李鹏顿时恶向胆边生。他恶狠狠地举起铁铲，可小水獐却毫无惧色，反而用冰冷的眼神死死盯着他。李鹏彻底急眼，一铲子狠狠砸了下去。然而铁铲还没落下，地上的树根瞬间活了过来，如灵蛇般将两人死死缠绕。树木居然会主动攻击人，任凭他们如何挣扎，也根本动弹不得。看着被吊在半空中的小偷，江时贤慢悠悠地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村长的电话。没过多久，刺耳的警笛声便响彻山谷。村长怒气冲冲地推开车门，发誓要让这两个毛贼付出代价。江时贤笑着迎了上去，这下人赃并获，看他们还怎么抵赖。看着满脸是血的两个小偷，村长一脸疑惑。江时贤打着哈哈解释说他们是自己滚下山的。村长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上次偷嫩芽的惯犯吗？新账旧账一起算，今天非扒了他们的皮不可。江时贤在一旁默默补刀，监控和销赃证据一应俱全。李鹏急得大喊冤枉，他扯着嗓子向警察解释，是树木和动物主动袭击他们。可这种鬼话谁会相信？李鹏甚至指着江时贤大喊，控诉他是控制鬼怪的巫师，让江时贤当场一脸懵逼。听到这贼还敢反咬一口，村长气得抄起木棍就要动手，大骂他们装疯卖傻。要不是警察死死拦，这两个小偷今天非要脱层皮不可。警察赶紧把人往车上押，可李鹏依然歇斯底里的大喊，坚称是树木袭击了他们。就在这时，跟着警车来凑热闹的神父突然抱着圣经冲了出来，情绪异常激动的大喊，在主的土地上怎能容忍邪恶？江时贤直接听傻了眼，结果神父尴尬的咳嗽一声，小声解释是职业习惯。全场瞬间一片死寂。江时贤看着神神叨叨的男人，满脑子都是问号。德鲁伊亲手种的蔬菜居然能治好多年老胃病，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操作？在江时贤的记忆里，神职人员要么是骗子，要么就是苦行僧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搬来就遇上了一个另类神父。虽然德鲁伊不属于神职，但修行方式如出一辙，都是靠折腾肉体来向世人证明信念。此时马特奥神父正对着被抓的小偷大发雷霆，偷东西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编瞎话骗人。神父义正言辞的训斥，说谎只会越陷越深，竟敢在修道院面前撒谎说这地方闹鬼。警察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说多亏了热心市民江时贤，这俩毛贼才人赃并获，而江时贤正是这片山头的新主人。马特奥神父主动上前致歉，直言是自己没管好山路。江时贤赶紧摆手表示不怪他，毕竟两家在同一个山脊，确实不能全怪神父。看他二话不说先认错，江时贤觉得这人极其靠谱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村长突然在包里翻出了被偷的东西。村长心疼的直叹气，这俩小偷下手太狠，值钱的草药全被薅了个精光。村长提议平分山货，江时贤却笑着摆手，表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送给村民的。神父也大方表态，自己那份同样不要，全部送给村里老人。这格局瞬间拉满了。赃物处理完毕，警察准备带走惯犯，村长在后面大喊，绝不能轻饶了这俩无赖。警车一溜烟开走，村长还在扯着嗓子大骂，非要让这俩小偷把牢底彻底坐穿。看着村长气急败坏的架势，江时贤和神父对视一眼，都无奈的笑了起来。闹剧落幕后，一转眼几天过去，江时贤的破旧住处已经被他收拾得有模有样。村长过来一看，差点没认出这地方，惊叹这速度也太快了，简直像换了个房子。江时贤淡定一笑，表示马上就能完工，并热情邀请村长尝尝他刚摘的西红柿沙拉。可还没来得及动手，院门突然被推开，外面传来一阵喊声，指名道姓要找江时贤。江时贤转头一看，来人居然是郑大叔。原来大叔是来讨生菜的，他纳闷自己买了同款种子，可种出来的味道就是没有江时贤的清脆。江时贤二话不说去摘菜，毕竟德鲁伊亲手种的作物，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，那都是天花板级别的。看着江时贤高大的背影，村长感叹这小子个头真大，郑大叔却在一旁直摇头，觉得他还是个孩子。村长顺手拿起一片生菜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生菜不都一个样，难道还能吃出花来？
他顺手尝了一口，结果刚嚼了2下，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。这味道简直绝了！村长一脸陶醉，急忙求着也给他装一袋，直接把旁人看傻了眼。姜时贤笑着帮他们装好菜，顺便又摘了些西红柿，准备回去做沙拉，心里却琢磨起别的事情。大叔和村长聊起修道院，原来那里的修士们平时全靠做肥皂维持生计。姜时贤听得有些纳闷，难道信徒们平时都不捐款吗？村长叹气解释道，修道院向来自给自足，可最近连原材料都找不到了，神父正为此愁得不行。姜时贤心里有了主意，神父是个难得的好人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帮他。接着他端出做好的沙拉，村长一瞧这卖相，忍不住直夸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动。这是用柠檬汁调味的西红柿加奶酪。郑大叔迫不及待尝了一口，瞬间瞪大双眼，这味道直接把2个老人惊艳到了。俩人越吃越起劲。村长平时胃不好，可这盘沙拉下肚，胃里竟然暖洋洋的，极其舒服。这下2个老人坐不住了，郑大叔嚷嚷着要打包，村长赶紧在旁边拦着，俩老顽童直接斗起嘴来。看着2人争来争去，姜时贤也是一脸无奈，但对德鲁伊来说，作物被认可就是最高赞誉。看着盘子快见底了，姜时贤让他们先坐着，自己这就去后院再多摘几个西红柿。与此同时，青潭洞的一家美发沙龙里，西秀看着手机上的评论，兴奋的直呼太可爱了。他不仅自己看得起劲，还疯狂安利店里人订阅。石宇在一旁满脸无奈，问他怎么突然帮我哥宣传了。西秀理直气壮的反驳，这可不是宣传，这分明是在追星，不分享出来我能憋出病。他必须帮这个频道涨粉，防止博主断更。石宇在一旁听着，觉得这频道名字越听越耳熟。西秀还在滔滔不绝夸赞自己起的外号贴切，说那温柔的嗓音简直就是频道的招牌。旁边的发型师听到后一脸惊喜的追问，原来博主是你哥哥呀？那你哥肯定也超级帅。石宇一点没谦虚，说哥哥生病后虽然胖了，但小时候大家都夸他长得比自己还要好看。西秀这下彻底来劲了，他兴奋地提议，既然团队想做新内容，不如直接去找石宇的哥哥合作。然而另一边，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，转眼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姜时贤站在院子里，看着突如其来的暴雨，眉头紧锁，这雨下的实在有些蹊跷。狂风暴雨席卷了村庄，姜时贤躺在刚修好的老屋里，听着外面的电闪雷鸣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幸好老屋提前完工，不然这大暴雨真熬不过去。他一边逗着猫，一边暗自庆幸，躺在惬意的新木地板上，还没来得及多享受这份惬意。姜时贤一拍脑门，突然想起还有正事没办，他赶紧换上雨鞋，撑起伞冲进暴雨中。今天村里在会馆聚餐，有顶级的牛肉和松茸，他打算去菜园摘点生菜带去，但暴雨中摘菜可不容易。冒雨来到菜园，姜时贤顺便看了眼手机，他的频道订阅量居然暴涨了。虽然网上冒出不少恶评，但根本不用他出手，真爱粉瞬间就把黑粉兑了回去。看着粉丝的维护，姜时贤心里暖洋洋的，但有个神秘粉丝天天疯狂催更，让他摸不着头脑。收好刚摘的生菜，姜时贤准备动身前往会馆。面对越下越大的暴雨，姜时贤犯了难，这要怎么走过去？正发愁时，远处突然传来刺耳的喇叭声，一辆白色货车破雨而来，稳稳停在他面前，车窗缓缓降下，大叔探出头招呼他上车，刚好顺路带他去会馆。搭上顺风车，姜时贤总算免受风吹雨打。此时会馆里热闹非凡，烤盘上的松茸正滋滋冒油。这时村长拿起麦克风，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他兴奋地宣布，那个猖狂的小偷终于被抓捕归案了。台下的姜时贤听得认真，这事背后可不简单。原来那俩家伙是惯犯，在这一带偷猎了好几年，每次都从水库后山溜进去下手。村长提醒大家提高警惕，旁边的李东福听得连连点头。村长提议大家鼓掌，感谢抓小偷的英雄。姜时贤顿时有些不好意思。为了庆祝恶人有恶报，今天牛肉松茸管够，大家敞开了吃。顶级食材一入口，瞬间征服了所有人的味蕾，大家都惊叹，夏天的松茸居然比秋天还鲜美。姜时贤端着盘子走过来，李东福吃得满嘴流油，直夸这顿饭太丰盛了。接着姜时贤端上一盘新花样，提议大家换个新吃法。红彤彤的食材让大家一脸好奇。姜时贤笑着解释，这是网上最火的松茸3合，搭配起来味道堪称一绝。村长一听直摇头，觉得这简直是暴殄天物，金贵的松茸怎能瞎折腾？姜时贤自己也半信半疑，夹起一块尝了一口。村长在一旁笑着问他味道如何，姜时贤嚼了嚼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姜时贤挠了挠头承认，好吃是好吃，但确实不如单吃。村长一听乐了，连忙附和说就是瞎折腾。李东福得意地拍着他，直言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。姜时贤也只能笑着点头。这时会长走过来感慨，要不是托了姜时贤的福，自己这辈子都舍不得吃这宝贝。姜时贤赶紧招呼他多吃点。会长笑着摆了摆手，向他道谢，拍胸口保证以后有事随时找他。原来这位会长自己就是开参鸡汤店的。听到参鸡汤3个字，姜时贤脑子里灵光一闪，突然冒出了一个新想法。他试探着询问大家，如果在家里养几只鸡怎么样？此话一出，会长直接愣在了原地。姜时贤赶紧解释，不仅能吃上新鲜鸡蛋，小鸡看着也挺治愈的。会长赶紧摆手劝阻，直言这玩意儿长大后不仅半夜乱叫，还到处拉屎，新房子根本经不起折腾。姜时贤听完觉得有道理，看来养鸡这事确实不能操之过急。本以为自己成了半个农夫，没想到要学的门道还多着呢。看着眼前热闹温馨的聚会，姜时贤心里感到无比踏实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暴雨不仅没停，反而越下越大。手机上的暴雨预警已经连着发了好几条，
看着第4条红色预警，江时贤赶紧把猫咪换进屋。好在温室和排水沟提前加固过，暂时不用太担心。江时贤开始担心后山快成熟的葡萄会被砸烂。虽然他能用德鲁伊魔法强行催熟，但身为德鲁伊的尊严让他不想用这种作弊手段。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这些葡萄能自己挺过这场风雨。就在这时，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屏幕上赫然显示着郑大叔的名字。电话刚一接通，那头就传来郑大叔焦急万分的呼喊。江时贤心里一紧，连忙询问出了什么事。郑大叔急得语无伦次，只说出了天大的急事，让江时贤立刻赶过去。听郑大叔语气不对，江时贤急忙追问是不是有人受伤。郑大叔大喊着解释，是牛棚里的28号牛生病了，连现场的专业兽医都束手无策，急需一个力气大的人帮忙。江时贤听得一头雾水，连医生都搞不定的怪病到底有多严重？千金运牛当场暴走，江时贤仅凭一首歌就让全场瞬间安静。时间回到半小时前，暴雨倾盆，雷声大作，生病的母牛惨叫不止，再拖下去就是一尸两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江时贤冒雨冲进牛棚，循着郑大叔的呼喊，一刻不停地奔了过去。生病的28号突然倒地，同伴34号死守不走，导致整个牛群彻底暴躁。平时用数字称呼是怕感情太深，可到了生死关头，郑大叔比谁都要心疼。江时贤提议先隔离暴躁同伴，郑大叔却无奈摇头，这倔牛除了他谁也别想靠近。兽医诊断后神色凝重，当务之急必须让倒地的母牛站起来，躺太久会导致胃部积气窒息。兽医急忙转头让江时贤赶紧过来搭把手。江时贤二话不说上前，两人使出浑身解数，试图合力托起这头千斤巨兽。可巨兽实在太重，加上呼吸困难，母牛根本使不上力气。眼看母牛越来越痛苦，江时贤提议先让它冷静，兽医却急得大喊，怀着孕绝对不能用镇静剂。江时贤解释自己不用药，而是用照顾小睡章的土办法来帮母牛缓解痛苦。兽医听完直接懵了，怒斥江时贤胡闹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开玩笑。江时贤懒得废话，直接深吸一口气，当场哼唱起神秘的旋律。奇妙的歌声响起，连旁边暴躁的牛都瞬间愣在原地。兽医看得目瞪口呆，这小子居然在用唱歌治病。可神迹就在眼前发生，随着歌声在牛棚回荡，焦躁的母牛竟然安静了。不仅是生病的母牛，整个暴躁的牛群全都老实了。兽医揉了揉眼睛，直呼这简直不科学。江时贤转头微微一笑，问兽医现在可以治疗了吗？兽医彻底懵了，这年轻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危机解除后，几人回到了郑大叔家中。郑大叔热情地倒上热茶，江时贤礼貌地婉拒了咖啡，只要了一杯白开水。兽医检查着治疗记录，好在母牛只是发烧，肚子里的牛仔平安无事。听完注意事项，郑大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拉着兽医连声道谢。但兽医的注意力却在江时贤身上，他死死盯着这个年轻人，问出憋了很久的疑问：刚才那一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首歌就能安抚暴躁牛群，这简直违背医学常识。他甚至怀疑江时贤是不是会魔法，又追问祁阳小睡章的传闻，连环逼问让江时贤一时语塞。江时贤刚想找借口糊弄，兽医却激动地猛然站起，把旁边的郑大叔吓了一跳。本以为他要拆穿江时贤，谁知兽医竟一脸狂热，恳求江时贤把这招教给他。这在兽医眼里简直是无价之宝，毕竟总不能一直给动物打镇静剂，要是学会这招，能少走多少弯路啊！江时贤赶紧摆手打哈哈，谎称这是网上的古老民谣，旋律刚好能让动物放松。这其实是德鲁伊的专属神，通过哼唱同步动物呼吸，就算他肯叫，普通人也根本学不会。郑大叔笑着在一旁帮腔，说江时贤天生就招动物喜欢，连村里最凶悍的恶犬巴杜克，在他面前都老实得像个宝宝。兽医听完再次被震惊，那只出了名的疯狗巴杜克，居然也被这小子收服了。兽医感慨地叹了口气，说自己以前的教授也是这种体质，天生就自带动物亲和力，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，让他这辈子第一次嫉妒别人，说的江时贤都有些不好意思。郑大叔顺势撮合两人，既然年纪相仿，以后不如当个朋友，互相照应。兽医琢磨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提议非常不错。兽医主动报出29的年，江时贤笑了笑，自己刚好比他小1岁。拉近关系后，兽医也不再拘谨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询问，以后遇到突发状况能否找他帮忙，毕竟大型牲口发疯他搞不定。江时贤爽快答应，但强调自己不免费帮忙，兽医保证出诊费管够。江时贤却笑着摇头，说自己只要一句谢谢或一袋红薯。兽医直接愣在原地，不要金钱纸，要真心。这年轻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兽医笑着主动伸出手，江时贤也笑着握手回应，提议以后直接管对方叫哥。兽医爽快地答应下来。在这个魔法消失的时代，江时贤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生命，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，新的麻烦就找上门了。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，江时贤举起手机录制视频，打算拍一期雨中日常。因为有人在疯狂催更，前几天时雨一直唠叨他更新慢，还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，那帮家伙正计划来这里拜访。一想到那帮家伙要来，江时贤就一阵头大，以后的日子怕是清静不了了。江时贤对着镜头和粉丝唠嗑，分享大自然解压的雨声。他特意把镜头带进温室，让大家听听雨打棚顶的白噪音。
可还没介绍2句，江时贤突然停下脚步。温室最深处的角落里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蠕动。江时贤警惕地盯着角落，下一秒，一只小橘猫突然蹦了出来，让他顿时松了一口气。江时贤笑着凑过去打招呼，小猫也软萌地叫了一声，仿佛在回应他。可还没等他放松下来，旁边的纸箱又传来异动。江时贤顺着声音往里一瞧，这下彻底傻眼了。纸箱后面居然藏着一整家子，一只脏兮兮的大三花猫正护着几只刚出生的小猫崽。这拖家带口的流浪猫一家，可把江时贤给难住了。